公主殿下，长公主，我才是真正的李家血脉。当年在村里，咱们两个被抱错了。就是，我这么聪明，果然不是这一家子笨蛋亲生的。没错，你才是真命天女，这江山社稷全交给你了，我这就告老还乡。5年了，整整5年，我终于能退休了。阿姐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程曦，你看清楚，这位婉清姑娘才是李家真正的骨肉。若我继续留在宫中，就是对皇家血脉的亵渎。我不愿被天下人唾弃，所以我必须离开。阿姐，你发什么疯？这位姑娘，既然你说是父皇母后亲生的，凭证呢？这是父亲当时亲手刻的，你有一半，我有一半，全对上了。小时候爹总念叨弄丢了半块扣子，原来是在这儿。皇上驾到，好闺女，娘娘驾到。听说你今天没去用膳，这哪行啊？定是你昨夜帮着老东西批折子累到了。父皇，您现在是皇帝，这般闯进闺女寝宫，成何体统？母后，您是皇后，别整天往御膳房钻，底下人看见了又要说您没架子。旁人炖的哪有娘亲手做的合你口味？不对，我管他们干什么？我现在又不是他们女儿了。父皇、母后，证据确凿，这位婉清姑娘才是你们的亲女儿。我占了这个位置这么多年，现在我该走人了。好大的胆子！所以我家阿元的东西是被你给偷了。父皇，她不是小偷，她真的是您的亲生女儿。皇上，辨别真假公主这事简单，滴血验亲便可。哼！荣了！天高任鸟飞，老娘终于能出宫过我的潇洒日子了。奴才恭迎真公主回宫。父皇，女儿终于见到您了。阿姐是不要我们了吗？父皇、母后，如今你们的亲生女儿找到了，我若再留在宫里，只会让真公主心里不痛快。我离开，对大家都好。是啊，父皇母后，她本就不是皇家血脉，留下来只会惹人玄化，让天下人耻笑我们李家。你会批阅户部奏报，理清边军粮草吗？你会安抚朝臣，平衡各方势力吗？你会骑射布阵，与武将论兵吗？我不会。那你会治理后宫吗？6局24司几千宫女，太监的调配，各家诰命夫人的往来，宫里宫外的人情世故，你拿得下来吗？那奏折你会批吗？国策你能议吗？突发事件你能拿主意吗？所以阿渊，你不能走。你走了，这一摊子谁管？阿姐，你不能这么狠心。你从小养在朕身边，就是朕的亲女儿。朕封你为镇国长公主，位同亲王，权同伴君。这宫里永远有你的位置。我这是走不掉了吗？姐姐，姐姐，虽说你养在父皇母后身边这么多年，可到底还是血浓如水啊。父皇已经定下了认亲仪式，至于你的册封大典，只能先委屈姐姐往后挪挪了。这本就先我与父皇提议的，趁着这段空窗期，只要我把治国理政、协理后宫的本事全交给李婉清，等她能独当一面，我就能功成身退了。你这是什么眼神？父皇母后，女儿自幼流落民间，无以为报，今日特意准备了一段歌舞，献给父皇母后，聊表孝心。听闻姐姐才艺双绝，婉清斗胆，想请姐姐也赐教一二，让妹妹开开眼界。光会那些治国理政的门道有什么用？治理国家本就是男人的事，我们身为皇家女子，最重要的便是贤于礼仪才艺，不然岂不是丢尽皇家的脸？这新回来的公主跳的也就那样吧，跟当年长公主那一曲霓裳羽衣无法比。她居然还敢邀长公主表演，长公主若真上去了，
他还有脸在殿上站着？我看长公主不去，是给他留面子。婉清既然如此喜欢才艺，往后可以安排最好的教习嬷嬷来教导你。明日起，给婉清公主把课排上，上午学琴，下午学舞，晚间学书画，还有女红也不能落下。3天内把课表拟出来，不得有误。对，既是我皇家公主，自然要样样精通，早起晚睡，辛苦些也是应当的。婉清，谢父皇母后恩典。课排得这么满，我以后还怎么教他治国？这退休大计，怕是要遥遥无期了。这是工商绝志语，不是杀猪时的猪叫。公主，您能不能用点心？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看看长公主当年，谁像您这样？这哪是教他本事，这分明是送上门让他恨我。我只是想等他学会了，我就能彻底退休离宫了。可现在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？是不是想看看我这个真公主被你害成什么样了？我每天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学不会要被骂，学会了还是不如你，凭什么？明明我才是被抱走的，明明我才是亲生的。可现在，你像个真正的公主，我像个外人，在这里格格不入。我想告诉你，我是来教你本事的，想告诉你，只要你学会了，我就可以把一切都还给你。可现在，这些话太苍白了。可算找着了，两位公主快请，皇上召见10万火急。北地使者进京了，送来国书，说是要娶一位公主，永结盟好。皇上舍不得两位公主，正愁着呢。可北狄态度强硬，说不和亲就开战。边关刚打完仗，国库空虚，实在经不起折腾了。朕再想想办法，你们先回去歇着吧。父皇，莫要为难了，让我去吧。胡闹！朕就算拼了这把老骨头，就算把国库打空，也绝不让你去那苦寒之地。阿远，你疯了！北狄离京城几千里，那儿的风沙能刮掉人一层皮，去了这辈子都未必能回来。娘舍不得你呀！阿姐，要去也是我去，我是大周太子，保家卫国是我的责任。我明日就带兵出征，打到他们服为止，绝不用你去求和。父皇，您先坐下。您也是打过仗的人，边关刚止战，将士们疲惫不堪，国库连3个月的军饷都凑不齐，这一仗怎么打？那也不能让你去，大不了朕在御驾亲征。当年朕能从杀猪的打成皇帝，现在也能打退那帮蛮子。您当年能赢，靠的是我写的兵法，靠的是将士们拿命在填。现在您年纪大了，再也经不起鞍马劳顿了。你是储君，是国本，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这大周江山谁来做？难道让父皇再重新打一遍天下吗？娘，北狄没那么可怕。当年在村里，我能扛着个半扇珠走3里地。
这点风沙算什么？和亲是结两性之好，又不是去送死。我刚才还在庆幸不用去吃苦，可他为了全家，竟然主动去那种地方。他一直都在替我扛着所有的重担吗？没有可是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我去和亲，换边境10年太平。等我走了，婉清和承熙会帮您处理朝政，您就安心当您的皇帝，别再操心了，好好退休。朕再想想办法。既然要走，得赶紧把李婉清教会。治国这摊子烂事，必须有人接手。怎么还不去睡？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我以为你会让我去和亲，我以为你那么想离宫，一定会把这苦差事推给我。刚才在御书房，我甚至还在庆幸我太自私了。你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，我却一直在心里埋怨你抢了我的东西。傻丫头，我抢了你16年的人生，本来就该补偿你，怎么可能让你替我去受苦？可是，没有可是，你是父皇母后的亲生女儿，是真正的公主，享福的是你，担责任的本来也该是我。这16年的李家女儿，我总不能白当。阿姐，哎，让你见笑了。从明天起，你的琴棋书画课全部停掉。啊？为什么？那是母后交代的。那些东西没用。你是皇家公主，不是教坊司的伶人。你要学的是怎么治理国家，怎么打理后宫，怎么在父皇和承熙需要的时候撑起这个家。这些，宫里的先生教不了，只有我能教你。好，阿姐，我跟你学，我一定好好学，不让你失望。这才对。走吧，回去睡觉，明天一早到我寝宫来上课。阿元，快来，娘亲手给你炖了你最爱喝的莲子羹，还热着。娘，我想跟您商量个事，把婉清的琴棋书画课都停了吧。为什么？婉清刚学没几天，正是打基础的时候，堂堂皇家公主哪能不会这些？传出去岂不让人笑话？笑话什么？她是公主，不是用来给人表演才艺的伶人。当年我也没学过这些，不一样把前朝后宫打理得井井有条。那怎么能一样？你是你，婉清是婉清，你从小就聪明，什么都一学就会。婉清在民间待了16年，不多学点东西，怎么在宫里立足？娘，您想想，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和亲走了，到时候父皇还是那个甩手掌柜。承熙虽长大了，但经验不足，前朝的奏折、后宫的琐事，谁来管？婉清是您的亲生女儿，这个担子迟早要落到她肩上。琴棋书画学得再好，能帮父皇批奏折吗？能帮承虚平衡朝堂势力吗？能管得住那6局24司吗？可是治国理政这些太难了，婉清她能行吗？我怕她吃不消。她能行，昨天在御书房，她已经知道怕了。只要肯学，我亲自教。在我走之前，一定把她教到能独当一面。你这孩子从小就这样，明明自己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受苦，心里想的却全是别人，你就不能多为自己想想？我就是在为自己想啊，只有把婉清教会了，我走了才能放心。不然我在北狄天天惦记着宫里这点烂摊子，怎么能退休过得好？好吧，就依你，我这就派人去跟嬷嬷说，课都停了。谢谢娘。
谢什么？快把莲子羹喝了，凉了就不好喝了。你每天这么辛苦，一定要多吃点，把身体养好，不然娘怎么放心让你走？进来吧，把门关上。不用这么紧张，放松点。先看看这个。阿姐，这上面写的什么？这个字念什么？这个字念赈，赈灾的赈。这是户部的折子，说的是江南发了大水，10几个州县被淹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请求朝廷调粮。那为什么要拨粮赈灾啊？他们自己不会种地吗？大水淹了田地，庄稼都死绝了，你让他们拿什么种？没了粮食，房子也塌了。朝廷若是不管，他们就会饿死，或是变成流民。到时叛乱四起，天下就乱了。哦，那就给他们拨粮食不就行了？没那么简单。拨多少粮食合适？少了不够，多了国库空虚。从哪儿调粮？走哪条路？路上官员会不会贪污？发到百姓手里够不够数？谁去监督？你看，这里写着江南30万灾民，每人每天1斤粮，1月就是900万斤。得从湖广、江西调粮，走水路半月能到，但损耗起码1成。以前在村里只要管好3餐，现在治国竟然比杀猪还累。阿姐，这也太难了，比学琴棋书画难上100倍。难才要学，这些是你以后必须要面对的。我能教你一时，教不了你一世。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本奏折看通透，不懂就问，什么时候看懂了，什么时候下课。从正一品到从九品，一共18个品级。正一品有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统称3公；从一品则是3姑，即是少师、少府、少保。记住了吗？正一品有丞相？本朝没有丞相，丞相早在前朝就被废除了，现在是3省6部制。正一品只有3公和殿阁大学士。从一品有尚书？尚书是正2品，从一品是3姑和太子3师，侍郎是正3品。我不学了，我根本就学不会，这么多官职我怎么可能记得住？我宁愿去和亲，去那个苦寒之地，也比在这里背这些破东西强。这是当年我教程曦时用的，他小时候比你还笨，教他写名字都得教1个月，每次写错我就用这把尺子打他的手心，记不住就自己打手心，打一下记1个官职，什么时候背下来了，什么时候停。正一品、太师、太傅保、殿阁大学士。从一品、少师、少府、少保、太子太师。从9品、司务、司狱、司库。这丫头骨子里还是有股韧劲儿的。今天带你来听听早朝，仔细看，看看每个大臣说的话，想想他们背后有什么目的。神奇到，启禀陛下，江南灾民已过50万，臣恳请陛下速拨粮300万担赈灾。陛下不可！黄河大堤正在修山，也需大量钱粮。粮食给了江南，大堤就得停工，秋汛若至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灾民饿死，灾民造反比决堤更可怕。臣以为先拨100万担，再号召各地富户捐粮。哼，指望那帮抠搜的富户，灾民早饿死了。陛下，臣以为当暂时加征赋税，渡过难关。不行，百姓已够苦了，加税只会逼反他们。阿姐，他们怎么吵得这么凶？不应该齐心协力吗？傻丫头，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私利。户部管粮，工部管工程，兵部要军饷，他们是站在自己的地盘上争利，
户部尚书是一心为民的清官，工部尚书务实，怕出工程事故，兵部尚书脾气最急，只认军队，这就是人心。那父皇该听谁的？谁的都不能全听，也谁的都不能不听。为君者就是要平衡。好了，都给朕闭嘴！这件事容朕再想想，退朝。阿姐，原来当皇帝这么难，你以前每天都要面对这些，一定很累吧？是啊，很累，所以我才这么想退休啊。今天的作业，试着把这几本奏折批了。啊，我不行的，阿姐，我什么都不会，万一写错了，批坏了，那可是要出人命的。有我看着，怕什么？大胆写，写错了我帮你改，不试试，你这辈子都得被这些折子压死。阿姐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下笔。别急，你先告诉我，如果是你在村里遇到蝗灾，最缺什么？得找懂怎么抓蝗虫的人来教大家，还要给没饭吃的灾民拨点粮食，不然他们得饿死。这就是对的，顺着这个思路写。准奏：着户部派官员前往，指导灭蝗，拨粮1000担救济。不对，哪里不对？你说派官员，派谁？什么时候出发？你说拨粮，粮食从哪个粮仓调？谁负责盯着这些粮食发到灾民嘴里，而不是进了贪官的兜里？批奏折不是写随笔，你看，准奏：着户部员外郎张成即刻前往兖州，指导灭蝗，调兖州府官仓粮1000担，令知府全力配合，府全力配合。若有官员玩忽职守、贪污粮款，要把责任人、时间、地点定死，不给下面人留钻空子的机会，这才是朱批。以前以为阿姐只是运气好，没想到这里面每一步都是学问。快了，只要他能上手，我的退休梦就真的不远了。听说婉清公主刚回宫，正在学琴棋书画，不知道学得怎么样了？我家小姐跟公主同岁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改天让她进宫来跟公主切磋切磋。是啊，皇家公主就该精通这些。想当年，长公主的霓裳羽衣舞名动京城，那才叫真风采。婉清公主可要多跟长公主学学，不然以后出宫宴饮什么都不会，岂不丢了皇家的脸？王夫人、李夫人说笑了，婉清是皇家公主，不是教坊司的伶人，不需要靠才艺取悦别人。王夫人，听说王大人最近因为贪墨军粮被御史参了一本，夫人还有心思操心公主的才艺，不如多操心王大人的乌纱帽。长公主说笑了，那是谣言，谣言。哼！李夫人的儿子上个月当街纵马伤人，断了百姓的腿，这事儿您赔钱就以为了结了？若传到陛下耳中，李大人的官位怕是保不住了吧？各位夫人既是重臣家眷，当以身作则，若再闲着没事搬弄是非，连累了丈夫孩子，可别怪本宫没提醒。好了好了，都是误会，大家喝茶。阿姐，谢谢你，刚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些诰命夫人最在乎的就是丈夫的官位，以后他们再刁难，你就抓住把柄，往他们最疼的地方戳。只要你占理，态度强硬，他们就不敢把你怎么样。阿姐，我记住了。哼，阿姐现在可真忙啊，眼里只有新妹妹，
恐怕早就把我这个亲弟弟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你这是吃哪门子飞醋呢？我什么时候把你忘了？本来就是，以前阿姐天天教我读书批账，现在倒好，眼里心里全是她，连个眼神都不给我。而且她那么笨，教了半天连账目都算不清楚。阿姐，教这种人根本就是浪费时间。李承熙，怎么说话呢？婉清是你姐姐，哪有弟弟这么羞辱姐姐的？我才没有这种只会拖后腿的姐姐！你还好意思说别人笨？也不知道是谁小时候教他写名字，教了整整1个月才学会。还有谁第一次批奏折把准奏写成了不准，差点害得开国功臣被罢官。阿姐，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，别说了。更有某人把父皇的玉玺当玩具，在上面刻了个歪七扭八的小乌龟，气得父皇拎着棍子追了你3条街，你忘了？你小时候比婉清笨多了，我都没嫌弃过你。婉清才学了多久，你也好意思在这充大头鬼？对不起啊，我刚才说话太冲了。没事没事，我确实挺笨的。行了，既然来了就坐下。承熙，你对朝堂熟悉，以后多带带婉清。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得当好这个老师。你们姐弟俩要互相扶持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阿姐。以后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可以问我。虽然我不如阿姐厉害，但教你还是没问题的。谢谢你，承熙。平衡是当权者最重要的课程。如果你支持户部，就必然要削减兵部的开支。如何让他们在吵架时不至于掀桌子，这就看你的本事。长公主殿下，这是御膳房刚出笼的桂花糕，陛下特意叮嘱给您送来的。陛下说，您最近忙得脚不沾地，得吃点甜的压压惊。这是我小时候最盼望的东西。那时候爹还是个屠户，家里穷，只有过年才能分到1丁点儿。现在他当了皇帝，倒是1天也没断过。尝尝父皇最得意的口味。陛下还说天冷了，您一到冬日就手脚冰凉，这是特意挑的银丝炭，没烟，暖和。父皇真有心了。陛下何止是有心啊！刚才老奴过来时，陛下就在那窗子后头偷偷瞧着您给婉清公主讲课呢，瞧了足足有1炷香的时间，看到您吃了口点心，才放心的往御书房跑了。父皇真的很疼你，阿姐。是啊，虽然全家都笨得要命，还要我操碎了心，但这份亲意是真的。殿下，陛下这几天其实一直没睡好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一到您要去那远在千里的北狄，他就一个人偷偷抹眼泪。奴才跟了陛下这么多年，杀猪投军他都没怂过，可这回他是真伤心了。告诉父皇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让他少操点心，多睡会儿觉。陛下，灾民已破10万，每日都有人在城门口饿死，必须立刻拨粮，全力救济，不可！大地若不修，秋雨一来，整个江南就全完了。优先修堤才是上策。哼，钱从哪儿来，粮从哪儿来，加征赋税才是正理。阿元、婉清，你们也说说，这烂摊子该怎么办？启禀父皇，儿臣以为应当双管齐下，救人是安抚当下，修堤是防止未来，一个都不能少。筹粮有3策：一，调湖广江西官仓200万担，那是丰年存粮，调得动；二，号召富户捐粮，与虚衔表彰，商人爱民，定能筹集不少；三，削减宫廷开支，
从咱们自家嘴里省粮。至于修堤，就用以工代赈，让灾区壮丁出工，朝廷发粮发工钱，既修了堤，又养了民，最后派御史死盯着，谁敢动赈灾粮，直接砍了。哈哈哈哈！说得好，朕的晚清长大了，这主意绝了。父皇，主意虽好，还缺个压得住场子的钦差。承熙是太子，代表朝廷，让他去。儿臣领命，定不辜负父皇和阿姐的期望。准奏，传朕旨意，按晚清说的办，命太子李承熙为赈灾钦差，即刻出发。陛下英明。阿姐，我刚才真的没紧张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厉害？非常好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继续努力，往后你一定会是个优秀的公主。李婉清进步虽然快，但这江山社稷的弯弯绕绕，她一个人哪撑得住？和亲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我得留点保命的东西给她。婉清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大半夜的，怎么还不睡？阿姐，你每天都写到这么晚吗？这些全都是写给我的。我怕我走后你遇到难事没个商量的人，把这些记下来，以后你拿不准主意了就翻翻看。阿姐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以前那么不懂事，还总在心里怨你，我真该死。傻丫头，说什么呢？你是我亲妹妹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？可是你马上就要走了，我却什么都没为你做过。只要你好好学，帮父皇和承熙把这个家撑起来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。快去睡觉，明天早课迟到，我可要罚你抄书10遍。阿姐，你也早点睡，别再熬了。阿姐，你对我真好。长公主殿下，不好了！边关传来紧急军报。阿姐，怎么办？北狄人打过来了，是不是和亲的事黄了？他们又要开战了！别慌，这只是一支小部落的挑衅，不是北狄阿史那的意思。说真要开战，来的就不会是这点散兵游勇。你看，军报上说这支部落只有几百人，抢完就跑，绝不深入。这说明他们求财求名，是在试探。那我们要不要派兵去打他们，打出咱们大周的威风？不用，出兵正中下怀。这支黑风部一直不服阿史那管辖，他们是想挑拨两朝开战，好坐收渔翁之利。我们不发兵，而是写信给阿史那，让他自己清理门户。阿姐，你真厉害，一下子就看出来了。这都是经验，以后遇到军报，切记不可先乱了方寸，要透过表象看目的，不要被表象迷惑。这封信语气必须不卑不亢，既要让他感到大周的怒火，又要给他台阶下，更要暗示他，若他压不住底下人，这王妃他也就别想娶了。快马加鞭，送往北狄王营。放心吧，阿史那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婉清，接下来的事全交给你处理，我就在旁边看着，绝不开口。我不行的，阿姐，万一我一个字说错，搞砸了，两国就要开战了。搞砸了有我，不出手试一次，你永远学不会怎么当一个真正的掌权者。好，我试。阿姐，停了！阿史那回信了。他说他已派兵围剿黑风部，定会给我们满意的交代。他还说和亲如期举行，使者已经在路上了。你看，我没说错吧？阿史那是个聪明人。恭喜长公主，恭喜婉清公主！北狄使者已入京城，正跪在午门外替首领赔罪，请见圣驾商讨大婚日期。我们快去告诉父皇。好，办得漂亮！明天大殿接见使者，
你们俩都得在场。阿姐，谢谢你，若不是你逼我这一把，我这辈子都只敢躲在你身后。不用谢我，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婉清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以后可以独当一面了。长公主殿下，这和亲礼仪代表大周脸面，分毫不能差。每一步走3寸，多一分轻浮，少一步局促。快了，重来！老娘这辈子杀猪、投军、治国，最烦的就是这些国脚不一样的死规矩。接下来示范跨火盆敬酒礼，眼神要含羞带怯，下颌微收。嬷嬷，我实在累得不行，容我歇歇再练。哎，殿下，你还没练习行礼呢。陛下，长公主殿下根本不好好学礼仪，奴才说一句，她跑10步，这让奴才怎么向北狄交代啊？没事，由着他吧。我闺女从小就不爱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，反正北狄那边都是骑马打仗的汉子，没那么多讲究，差不多就行了。长公主殿下，您怎么又躲到这儿批折子了？快跟奴才回去练那个3拜9叩。不学了，那些破规矩学了也没用。等我嫁去北狄，谁还管我这些？阿姐，你还是学学吧，不然到了北狄真出丑了可就不好了。出丑就出丑，我才不怕。再说了，阿史那早说了，北狄没有那么多规矩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娘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阿言，快来看看，这是娘给你备的嫁妆。这云锦是江南刚进贡的，娘让人给你赶制了20套衣服，春夏秋冬的样式都有。那几箱是娘攒了一辈子的珠宝，你全带走，压箱底。这是御膳房弄的干货和调料，还有你最爱吃的腊肉和香肠。北狄那地方肯定没这些稀罕物，你带去，想家了就自己动手。娘，我是去和亲，又不是去搬家，带这么多东西，路上怕是要多走半个月，多不方便。方便，我已经交代礼部多拨马车了，这些必须带，不然娘合上眼都记挂你受委屈。北狄苦寒，娘怕你在那边吃不惯住不惯，东西多点儿，你日子总能过得舒服些。这是娘亲手写的菜谱，想吃了就全是你爱吃的。若是做法写的自己做不好，记得给娘写信，娘在信里教你。娘，您对我真孩子，你是娘的女儿，娘不对你好，对谁好？一想到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，娘这心里就像被刀割一样。娘，我会经常回来看您的。阿史那答应了，我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。好，等你安顿了，娘定去看你，娘亲手给你炖排骨汤。到时候我给您备最好的羊肉。记得按时吃饭，别整天忙着操心别人的事儿。天冷了要加衣。阿渊，娘听闻北狄人住的是皮帐篷，四处透风，你千万记得把那几条厚实的羊绒毯带在身边。还有，听说他们茹毛饮血，你若吃不惯……长公主殿下，皇后娘娘，大喜！北狄使者已到了午门外，正带着整箱的聘礼求见陛下呢。哎呀，这么快就到了！娘，我又不是第一次见外使，不用这么紧张。阿渊，快回去换身正式的衣服，可不能让北狄人看清了咱们大周的公主。下臣参见长公主殿下。使者免礼。陛下，臣奉首领阿史那之命，送上聘礼：北狄珍稀雪狼皮100张，千年人参10株，东珠100颗，黄金1000两，聊表诚意。以朕谢谢你们首领。首领还让臣带来一封亲笔信，首领说已为长公主备好最好的王帐，一切皆按中原习惯布置，定不让殿下受半点委屈。阿元亲启，北狄风大，
我已让人多备了炭火，你爱吃的甜食我也找了中原师傅学着做。等你来了，我带你去看草原的星星。阿姐，他写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说北狄那边都准备好了。看来这个阿史国人还不错，应该不会欺负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朕的女儿谁敢欺负？他要是敢对你不好，朕就带兵踏平北狄。陛下放心，首领说了，定会将殿下捧在手心里头。殿下在北狄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没人敢管。长公主殿下，请留步。北狄使者说有要事想私下拜见您，此刻正在偏殿候着。带路。长公主殿下，臣此番前来，除了那面上的聘礼，还有首领阿什纳的私房话，需亲自带给您。使者坐下说，阿什纳有什么话要带给我？首领说，他知道您这些年在周朝为了国事家事操持多年，心里肯定累得很了。首领嘱咐，北狄没这中原这么多繁文碎节，更没堆成山的奏折。等您到了北狄，万事不用操心，想睡到日刚头便睡，想去马背上撒花便去。你们首领这算盘打得倒好，是想养个懒王妃？首领的原话是，他娶您回去是让您享福的，绝不是让您去换个地方干活。首领知您念旧，他在王庭旁专门辟了块地，建了一座中原样式的院子，连园里的假山都是照着京城挪的。首领还从中原寻了3位御厨，您爱吃的桂花糕、莲子羹，他们随时候着。王帐里的炭火哪怕是剩下也备着，绝不让您的手冷着半分。替我转告你们首领，告诉他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1个月后，大周长公主准时起程。臣定将此话带到，下臣告退。阿姐，这下你总该把心放进肚子里了吧？那个阿史那首领可比传闻中还要会疼人。陛下，秋收在至，各地赋税征收标准若不统一，地方官吏必会横征暴敛，届时民怨沸腾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请朝廷速定章程。依臣之见，寻旧例即可，改弦更张，恐生动荡。旧例太重，应当降税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降了农业税，国库怎么办？依我看，得加商税。启禀父皇，儿臣以为应3管齐下：其一，农业税照旧，但受灾招谢必须全免；其二，适当提高商税，富商大贾日进斗金，多纳税是为国分忧；其三，派御史巡查，横征暴敛者斩。最重要的一点，要在各地设立长民仓，丰年平价收粮，灾年平价卖粮，既防普遍伤农，又稳粮价，防奸商囤积。婉清公主所言极是，这长民仓之法简直是利国利民的神来之笔，老臣附议。臣等附议。哈哈哈，说得好！朕的女儿果然名不虚传，传朕旨意，立刻推行，全国设立长民仓。公主聪慧过人，实乃大周之幸啊！长民仓一出，万民得福，老臣受教了。阿姐，我刚才表现的还行吗？非常好，比我当年还要老练。现在整座朝堂都真正认可你了。江山后继有人，我退休的日子真的近了。陛下这是忧思过度，又受了风寒引发的高烧，需静养，万不可劳神。皇后娘娘，早朝时间到了，众大臣正在大殿等候，吵得不可开交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父皇身体不适，今日早朝由本宫主持，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启禀太子，江南赈灾款被劫，山匪猖獗，灾民领不到粮，地方官请求再拨银两。再拨？国库是纸糊的吗？传本宫令，禁军即刻出动，剿灭山匪，追回银两，另从周边州府紧急调粮，先填饱灾民的肚子，彻查当地守备。山匪在眼皮子底下劫走官银，他们是吃干饭的吗？统统停职待查。臣等遵旨。太子殿下当真长大了，这杀伐果断的劲儿，颇有长公主当年的风范。阿姐，我今天这出表现能得几分？不错，
比我想象中更有担当。看来以后我可以放心的把大周交给你了。那是自然，你就安心去北狄享福，宫里有我和婉清守着，出不了乱子。全做成了。好啊，朕的儿女都顶天立地了，朕这心里总算踏实了。阿元，这些年苦了你了，若非你撑着，朕当不好这皇帝，他们也长不成这样。父皇，说这些做什么？咱们是一家人。参见长公主殿下，参见婉清公主。今天叫大家来，是有一件事要宣布。从今天起，后宫的所有事务都由婉清公主全权负责，以后事无巨细，一律向她汇报。是，长公主殿下。婉清公主，婉清公主做事认真，眼里揉不得沙子。以后你们要像辅佐我一样辅佐她。若有谁敢阳奉阴违，倚老卖老，故意刁难，别怪本宫的禁军不讲情面。奴才不敢。这是上宫局管宫女调配考核，刘上宫在这里干了20年，是老油条了。有不懂的尽管问他，以后还要刘上宫多多指教。不敢当，公主有什么吩咐，奴才一定照办。自善治管饮食，父皇母后的膳食，各宫的分例都要亲自过目，尤其是安全问题，半点马虎不得。我知道了，阿姐。司仪管段子，司事管珠宝，每一笔账都要对上，否则下面的人能把库房搬空。阿姐，原来后宫这么多琐碎事，以前我在村里以为当公主就是吃喝玩乐，没想到比种地还累。以前这些事压得我晕头转向，现在终于能交给你这个亲妹妹，我可算解脱了。你们姐妹俩在这儿念叨什么呢？娘，我是叫婉清管家呢，以后后宫的事儿您尽管找她，我也能躲个清闲。好，看到你们姐妹这么和睦，娘就算闭眼也放心了。婉清，以后要是遇到不懂的，多问问你阿姐，或者直接来找娘。我知道了，娘。今天我不讲具体的事物，婉清，我讲讲这16年总结出来的保命经。第一，不管遇到什么惊天大事都不要慌，冷静才有生路。第二，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话，尤其是那些口口声声为国为民的大臣，你要学会看他们背后的利益。第三，制衡，不能让任何一方势力独大。第四，对百姓要好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阿姐，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这些都是我这些日子写给你的，以后遇到不懂的翻一翻，如果手册里没有就写信给我，不管多远，阿姐都会回。阿姐，我不要你走，我还没学够，你别走好不好？傻丫头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我也想退休去过几天清闲日子，你总要学着自己长大的。可是我怕没有你，我遇到事情会害怕的。别怕，如今朝堂认可你，后宫敬你，你已经能撑起这个家了。我也不是不回来了，如果阿史那答应，等哪天我在北狄待腻了，就回来看你。到时候你可得好好招待我。好，我一定好好学，把国家治理得好好的。等你回来的时候，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。长公主殿下，和亲队伍已全数集结，羽林卫2000人，礼部官员32名，陪嫁侍女与工匠共170人，嫁妆108车，均已在承天门外候命。阿姐，我陪你去宫门前。殿下吉时将定，请殿下登车。阿元，再等等，朕再看一眼。父皇，时辰不早了，莫要误了吉时。朕知道，可朕一想到你要走，心里就堵得慌。可如今朕当了皇帝，请去那远方。阿宝，嫁妆娘都查了3遍，求医药材干果全装好了，千万记得按时添衣，别受冻。娘，我记住了，北衙事都安排妥了，不会委屈我的。阿姐，等我们休养生息些时日，到时候只要你传一句话，我立刻领兵去接你。谁敢对你不敬，我踏平他的王庭。傻小子，和亲是交好，你守好朝政，
比什么都强。长公主殿下保重啊！殿下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多谢诸位乡亲，阿元此去，愿两国永无兵戈，愿大周岁岁安宁。长公主千岁！阿姐，你一定要常写信，一定要回来。会的，宫里就交给你了。长公主和亲北狄，辞别国都。一拜家国安宁，二拜家人无恙，三拜此生不负。阿渊，在北狄若是不舒心，随时回来。阿宝，娘等你回家喝汤。阿姐，保重啊！父皇、母后、承熙、婉清，我走了，你们多保重。长公主殿下，请上车，末将等定会护您周全，平安抵达王庭。启程！公主，北边风大，关上帘子吧，仔细别着凉了。公主，您怎么笑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从今往后，终于能好好睡个安稳觉，至此终于可以歇一歇。长公主殿下，等一等，请等一等。使者为何折返？可是出了什么变故？殿下，臣险些忘了首领的命令。首领嘱咐臣务必将这一席话传达。首领说，您嫁过去是大周的尊严，但在他眼里，您永远是那个最自由的长公主。往后，您想何时回大周探亲，皆由您心意。若大周陛下与皇后念你，也随时可去北狄。北狄王庭的大门永远为您和您的至亲敞开。他真这么说？首领还交代，若您在北狄住得不痛快，随时可以离去，他绝不阻拦。哪怕您此生不再回北狄，他也绝不会有半句怨言。我知道了。殿下保重，臣先行一步，在前方驿站恭候圣驾。原以为和亲此去一别，此生难见至亲，没成想阿诗那竟给了我这样的承诺。从此天高海阔，我再无后顾之忧。臣幽州刺史王怀安率幽州全体官兵参见长公主殿下。殿下一路劳顿，臣已在府内备下接风洗尘宴，请殿下移步入城。王刺史客气了，有劳各位。殿下，边陲之地条件简陋，微臣只能尽量按照京城的规矩布置，还请殿下多多包涵。王刺史太客气了，奔波几日，这儿瞧着倒像家一样，挺好的。近来北狄那边大势还算平静，虽有几个散碎小部落偶尔越境滋事，但都被守军击退了。那黑风部呢？先前那桩事处理的如何了？回殿下，阿史那首领当真铁腕，以亲率精锐围剿了黑风部，斩了那挑事首领的脑袋。不仅抢走的东西如数归还，还额外送了100匹上等战马给幽州赔罪。这位阿史那首领确实是个重诺之人。如此，我便也放心了。不过幽州终究兵力薄弱，若北狄他日有变，大举压境，臣只怕这城墙挡不住北狄的铁骑。王刺史，我提3个法子：其一，增设烽火台，密布哨点，敌军一动，后方立之，绝不打无准备之仗。其二，推行屯田民兵，让百姓平时耕种，战时披荆，兵源在民间，农业亦不方昧。其三，远交近攻，幽州周边的游散小部落不少，多施恩惠，让他们做大周的眼线。殿下妙计，微臣这些年真是读死书了，竟然从未想到此等良策。有此3策，幽州边防定固若金汤。这主意出了，人情还了，总算又能离清闲日子近一步了。明日便要继续赶路了，也不知父皇和母后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正瞧着这块月亮，心里惦记着我。怎么回事？前方为何聚了这么多灾民？回殿下，此地名为枯水镇，上月遭了100年难遇的旱灾，地里颗粒无收，朝廷的赈灾粮还没拨到这儿，百姓们已经饿死不少了。停车！贵人行行好，给口吃的吧！求求您救救孩子，他才3岁，已经3天没摘1粒米了，求菩萨显灵啊！把咱们车上带的干粮、御寒的衣物全部搬下来，分发给大家。殿下不可啊！
咱们的口粮本就有限，离北狄王庭还有半个多月的路，这要是分了，不够的话，把我的那份也拿出来，我少吃一口死不了，他们等不起了。谢谢殿下，你真是大周的活菩萨。大姐，拿好了，朝廷的粮很快就到，再坚持几日。这是我的私房钱，你现在立刻带人去附近没受灾的县城，有多少买多少，全部拉回来放粮。殿下，这怎么行？臣怎能动用您的银钱？废什么话！人命关天还是银子关天？快去！是，臣定不辱命。殿下，都是臣无能，让您受这份苦。这算什么苦？想当年我带着全家躲荒，树皮都啃过。长公主殿下，京城来信，快给本宫！阿姐，你走了已半月，我们都很想你。父皇每天都念叨，说宫里冷清了好多。母后天天炖排骨汤，炖好了才想起阿姐不在，经常对着空碗发呆。承熙现在越来越能干了，每天早起听政，我也能帮着批些简单的奏折。长平仓的办法效果极好，百姓都在夸朝廷。那些诰命夫人再不敢刁难我了，他们都怕我像阿姐一样厉害。阿姐在北狄过得好吗？有没有不习惯？一定要多穿衣服，别感冒了。我们都在等你。父皇、母后、承熙、婉清，阿渊已到边境，一切都好。路上遇灾民，我将干粮钱财散了，救人一命，心中甚安。阿史那的使者很照顾我，北狄已备妥，定不受委屈。父皇少发脾气，母后莫要再钻御膳房，承熙莫要欺负婉清，婉清继续努力。阿渊想念诸位，麻烦你务必尽快送到京城。殿下放心，小人定不分昼夜。我也想你们。长公主殿下，京城加急，婉清公主的第2封信。阿姐，不好了，我遇到麻烦了。有个叫张敬之的老臣，是3朝元老，他一直看不起我，觉得我是从民间来的，不懂治国。昨天早朝，我提出改革赋税，他立刻反对，说我胡乱改革动摇国本，还说我一个女孩子家不该插手前朝的事，应该待在后宫绣花。承熙帮我说话，他们也不听。阿姐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种倚老卖老的人。张敬之，老顽固一个。以前我在京城，他被我抓着把柄的时候，缩得像只鹌鹑，现在倒学会欺负小姑娘。婉清，对付这种老狐狸，硬碰硬只会落人口实，咱们要智取。婉清，别着急，张敬之最看重名声，可他有个致命弱点，贪财。他那个在江南当盐运使的儿子，手脚可不干净。你先暗中派人去江南取证，等确凿证据到手，直接在朝堂上甩在他脸上。记住了，不要打草惊蛇，让承熙暗中护着你。原路返回，一定要快，亲自交给婉清公主。小人领命。我相信婉清一定能处理好这件事。经过这么久的学习，她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胆小怕事的小姑娘了。她有能力，也有智慧，对付一个张敬之绰绰有余。长公主殿下，京城的回信来了。婉清公主，这修水利的计划动辄耗银100万，简直是劳民伤财。公主久居民间，不知国库艰难，切莫再胡乱干政。张老大人既然如此关心国库艰难，那这本账您倒替本宫算算。张敬之，你儿子在江南当盐运使3年，贪污白银50万两，强占民田3000亩。你在这里跟本宫哭穷，你的家底怕是比国库还要厚实吧？混账东西！传朕旨意，将张家子侄即刻缉拿，张敬之革职查办，关入死牢。好，果然没让我白费心血。殿下何事如此开心？是我妹妹，她把家里的害群之马都清理干净了。这下殿下能安心去北狄了。是啊，承熙能在朝堂独当一面，婉清如今也学会了智取老狐狸。父皇和母后身边有这2个孩子守着，就算我不在，也能过上安稳日子了。哇，长公主快看，好漂亮啊！这地怎么比京城的校场还大？在大周卷了16年，
睁眼是围墙，闭眼是账本。这草原倒真像个能让人喘过气的地方。殿下，这儿只是草场的边儿，再过3天就能瞧见首领为您准备的王庭了。停一会儿，我想采采这里的草。你就是大周来的长公主吗？你长得真好看，像天上的云彩。谢谢你，小妹妹，你这身裙子也漂亮得很。这个给你吃，阿妈说这是草原上最香的东西。这嚼劲儿带劲儿。他们说什么呢？殿下，他们说您不仅长得美，心肠还像草原上的水源一样清澈，能请到您这样的王妃，是北狄长生天的恩赐。使者，你们这里的人心思可比京城那些老狐狸简单多了。怎么回事？有人偷袭！殿下，快看，是首领阿史那人亲自来接您了。阿渊，我等不及了，所以亲自来接你回家。你好，阿史那。阿渊，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好看。北狄的勇士们，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你们的王妃。从今往后，她是大周的长公主，更是北狄最尊贵的主人。谁敢对她有一丝不敬，格杀勿论！参见王妃，首领英明。马车太慢，上马，我带你先回王庭。我没学过骑马。没关系，我在。驾！阿元，看，草原都在迎它的主人。北狄的子民们，今天是我阿诗娜这辈子最开心的日子，因为我娶到了我最爱的女人阿渊。从今天起，她就是我的妻子，是北狄唯一的王妃。王妃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尝尝，这只羊是今天刚宰的，肉质最灵，好吃，比京城那些精雕细琢的还要香。只要你喜欢，我天天让人给你烤。欢迎来到草原。原来，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，没有繁琐的奏折，没有复杂的朝堂斗争，只有辽阔的草原、热情的人们和一个真心爱我的人。醒在北狄，入眼竟全是家乡模样。阿诗娜到底费了多少心思？醒了，我让中原厨师给你熬了莲子粥，尝尝好不好喝。这些都是你准备的？是啊，我知道你住不惯我们北狄的帐篷，所以特意让人按照中原的样子给你布置了这个房间。你看看还缺什么，我再让人添。不缺了，已经很好了。谢谢你，阿诗娜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快喝吧，凉了就不好喝了。这味道竟和母后熬的一模一样，她竟连这些都打听到了。你看，这是书房，我给你准备了很多中原的书，你要是无聊了，可以看看书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看这些？我派人去京城打听的啊。我还知道你喜欢吃桂花糕、莲子羹，喜欢穿粉色的衣服，怕冷，所以我让人把王帐烧得暖暖的，还准备了很多炭火。阿史那，你不用对我这么好的。不对你好对谁好？你是我的妻子，我这辈子唯一的妻子，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你。草原的星星真的好亮，比京城的钻石还要刺眼。阿元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好啊。吃吧，别怕，老子不杀小孩。
找家去吧，以后别再打仗了，好好活着。那个小男孩就是你，那个男人是我父皇。是啊，若没你父亲，我早就化作这草地下的枯骨了。这份恩情，我刻在心里整整20年。当初听说大周要和亲，我片刻都没犹豫。我想，若能娶到恩人的女儿，倾尽一生去护她，才是最好的报答。阿元，娶你报恩只是其一，从我看到你画像的第一眼起，我便认定了你。我阿史那对长生天发誓，此生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阿史那，我相信你，我信。以后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我会永远陪着你。首领，您不能这么糊涂。阿渊是中原的公主，她不懂北狄习俗，不会骑马射箭，更不会打理部落，她凭什么当我们北狄的王妃？王妃应该是草原上最勇敢的鹰。首领，您该再娶一位部落贵族的女儿，这才是为了北狄的安稳。我娶谁是我自己的家事。阿渊是本首领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是北狄唯一的王妃，这件事谁也别想动摇。首领，您若执意如此，各部落首领定会不服，到时候部落分裂，您如何向长生天交代？我阿史那能统一北狄，靠的是弯刀和实力，不是靠出卖婚姻。谁敢闹事，本首领绝不轻饶。都回去，再有非议者，以族规论处。其实，长老们说的也有道理。我确实不懂北狄内部的弯弯绕绕，眼下帮不了你什么。我娶你是让你来享福的，不是让你来吃苦干活的。那些老东西的话你别听，有我在，这王庭没人敢动你一根汗毛。可我不想让你因为我和那些出生入死的兄弟闹僵。放心，我能处理好，你只要开开心心的就够了。只靠阿史那保护是不够的，想要真正扎根北狄，我必须得露出真本事给那些老家伙看看。怎么了？还在想白天的事？阿史那，我想帮你管理部落，你教我北狄的规矩，我想为你为北狄做点什么。好啊，只要你想学，我什么都教你。不过别太累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谢谢你，阿史那。阿渊，这种根茎微苦，捣碎了能治刀伤。看那天上的积雨云，若成鱼鳞状，午后必有大雨。当搞不肉们的苏的了，蝴蝶里种子些格外党。阿史那，我观察过了，牧民们全靠放牧，牛羊一死便要挨饿。更重要的是，大家不懂储粮，丰收时暴饮暴食，3年便只能等死。农耕，草原自古便是牧场，这土里当真能长出中原那种小麦青稞？只要选对肥沃的黑土，加上我教的耕作法，一定行。而且我还会教大家腌制腊肉、制作奶酪、挖地窖储粮。有了这些，北狄以后再无荒年。好，阿渊，你想怎么做，我都陪着你。传令下去，全族全力配合王妃。这草根深着呢，哪能种地呀？废什么话，跟着王妃干。真的长出来了！王妃真是长生天派来的女神。看来是我们错了，这位中原王妃确实不简单啊。报，王妃，京城来的家书。快呈上来。阿姐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承熙被正式册立为太子了，如今已经开始监国，父皇当了甩手掌柜，每天只知道遛鸟喝茶，逍遥得很。我也被封为安乐公主了，大臣们现在对我毕恭毕敬。阿姐，你留下的手册太管用了，上次黄河水患，我按你的法子抗洪赈灾，
百姓都夸我是好公主呢。母后还是天天炖排骨汤，每次炖好都会对着空碗念叨阿姐炖。怎么哭了？是不是大周那边传来了什么不好的消息？是好消息，承熙有能力监国了，婉清当了公主，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。太好了，看来咱们终于可以把心放进肚子里了。是啊，他们都长大了，这大周的江山和李家的后宫终于不再需要我这把老骨头操心了。那正好，以后你就安心在北狄当你的闲散王妃，咱们一起看草原的日出日落，过咱们的小日子。只过咱们的小日子。父皇母后婉清，等明年春天草原上的花开了，你们一定要来看看。这里没有批不完的折子，只有最好喝的奶茶和最美的夕阳。家人平安幸福，我也找到了归宿。这退休后的日子真好。阿元，腰背挺直，手上的缰绳别勒得太死，感受马的节奏。我已经很努力在感受了，可这马它总想往左边歪。阿元，怎么样？除了胳膊，还有哪里疼？快告诉我。我没事，就是胳膊擦破了点皮，连骨头都没伤着。都怪我，明知道你没基础，还敢带你去那种地方，以后再也不准骑马了，太危险。不要嘛，阿史那，我想学。不行，万一再摔了，你想疼死我吗？有你在我身边，我肯定没事的。你就再教教我，好不好？稳住，慢点，别急着催马。阿史那，你看，我会了。慢点跑，阿渊，别摔了。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摔的。阿史那，你以前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娶一个中原的公主？没有。那你后悔娶我吗？遇见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阿云，如果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原来生活可以这么有趣。阿云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，阿史那。阿元，这地里的收成怕是比幽州还好。王妃，长生天在上，小老儿活了一辈子，头一回吃上自己土里长出来的粮，您就是我们北狄的福星。谢谢王妃。王妃，老头子以前有眼无珠，只当你是来享福的娇小姐。是您让我们北狄的孩子不再挨饿，老朽代表整个部族向您赔罪。大长老快请起，既然嫁入北狄，我便是北狄的一员，这些都是分内之事。从今往后，谁敢对王妃半点不敬，便是与整个草原为敌。誓死拥护王妃。北狄的兄弟们，这杯酒我们要敬我们的王妃阿渊，是她让我们有了对抗灾年的底气，是她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智慧。干了这杯，敬大周长公主，敬北狄王妃，敬王妃。多谢诸位，往后咱们一起努力，让北狄更强更稳。王妃首领，帝君，丁鹏来人啦！李父李母，
太子殿下和安乐公主已经到边疆界碑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父皇、母后他们真的来了？将将万岁！再过1个时辰，圣驾就能抵达王庭了。他们来了，父皇母后来看我了。听到了，长生天眷顾。走，咱们去迎岳父岳母。父皇，母后，阿姐，阿姐，我好想你，我也想你，婉婷。阿宝，你瘦了，不过看起来精神好多了。娘，我过得很好。你们怎么突然就来了？也不提前给我个信儿。你心里说草原花开了，让我们来，朕和你娘便一刻也等不了了。阿姐，好久不见，你倒是出落的比在宫里时还要英气。承熙，你也长大了，真像个太子的样子。小婿阿史那见过岳父岳母，见过太子殿下，见过安乐公主。不用多礼，朕早就听说你对阿渊百依百顺，朕多谢你替朕护着女儿。照顾阿渊是阿史那一生最重要的事。岳父岳母一路辛苦，快请回王庭，饭菜和住处早已备妥。好，咱们回王庭，好好叙叙旧。岳父岳母，尝尝我们北狄地道的烤全羊，这羊是今早刚从草场挑的。好，外焦里嫩，这滋味比京城那些酒楼里的地道多了。喜欢您就多吃点儿。这也太好吃了，我吃的舌头都要掉下来了，都不想回京城了。不想回就多住些日子，草原大得很，随你撒欢。好小子，朕当年就瞧出你是个将才，没成想现在成了朕的贤婿。干，岳父海量，干！阿宝，跟娘说实话，这儿风沙大，阿史那没让你受委屈吧？底下那些长老没胆为你吧？娘，您看我这气色，阿史那恨不得把月亮摘给我，谁敢欺负我呀？这是阿云的书房，里头全是京城送来的孤本。怕阿元想家，一切都是按中原样式打制的。厨房里还有3位中原师傅，专门做阿元爱吃的甜口。有心了，你小子是真有心。阿元跟着你，朕彻底放心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瞧见没，姜还是老的辣，朕这手劲儿可没丢。岳父剑术神乎其技，小婿心服口服，甘拜下风。阿姐，你真好看，在这草原上，你就像传说中的仙女一样。阿宝，在这儿住了半个月，我和你娘该回去了。这么快就走？父皇再多住些日子吧，草原上的青稞还没熟透呢。傻孩子，我也想多陪陪你，可京城那边城西虽已监国，但朝廷大局，总儿还需你父皇回去坐镇。等秋天麦浪翻金的时候，朕和你娘再来看你，到时候正好尝尝你们亲手种的粮食。岳父岳母，这些北狄特产虽不比京城精细，但都是部族里最好的东西，带回去尝个鲜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你小子这心意朕领了，朕可把话撂这儿。你要是敢让阿渊受半点委屈，朕就算退位了，也能领着大周铁骑过来跟你算账。岳父放心，阿史那此生定将阿渊捧在手心，绝不叫他受一丝一毫的委屈。阿宝，要照顾好自己，按时吃饭。北狄夜里冷，多添衣裳。若想家了，就多写信。我知道了，娘，你也要劝父皇少喝点酒。承熙要是太累了，您多给他炖点补汤。婉清不许淘气，要帮衬哥哥。阿姐放心，宫里有我，乱不了。你在这草原上就安安心心的当你的王妃。阿姐，我会一直写信烦你的，你可不准嫌我吵。阿姐，再见，记得写信。再见，路上小心。别难过，长生天保佑，我们很快就再见的。一刻记得我年少。
又是京城的信，父皇又想拉我去比剑了。不是父皇，是母后，说婉清要出嫁了，正在定亲。男方是江南苏家的公子，叫苏文轩。母后说此人品行端方，家世清白，想问问我的意见。苏文轩，这名字我有印象。去岁大纣边境通商，不少客商都提到过江南苏家。这位苏公子是个难得的君子，才华横溢且不卑不亢。婉清嫁过去，应当错不了。既然夫家好，婉清自己也乐意，我自然没意见。婉清是你唯一的妹妹，这嫁妆可不能丢了咱北狄的脸面。我让人挑了100匹最彪悍的战马，1000张上好的雪狼皮，再加上这些金银，保准让那苏家知道，咱们婉清背后有整个草原撑腰。有心了，婉清，阿姐虽不能亲见你披上嫁衣，但礼已备好。若那苏公子敢叫你受半点委屈，只管告知阿姐，北狄的铁骑永远是你的后盾。请王妃放心，属下定日夜兼程，将嫁妆安全送达京城。婉清，一定要幸福啊！别担心，等她婚后安顿好了，明年春暖花开，我就陪你下江南，亲眼去瞧瞧那位苏姐。假如你回眸的那一刹。半个月了，算算日子，今天该是婉清出嫁的正日子。在想什么呢？外面凉，若是着凉了，我可是要心疼的。我在想婉清，不知此时京城的婚礼热闹不热闹？她出阁时有没有哭？有没有舍不得父皇母后？放心吧，岳父岳母最疼她，定会将婚礼办得风风光光。且那苏公子是个良人，有他陪着，婉清只会开心，不会受委屈。王妃，首领，安乐公主又给王妃写来了亲笔信。阿姐，见字如面，今日我出嫁了，婚礼好生热闹，父皇母后把一切都安排得极好，苏郎待我极好，他说会护我一生，可我还是忍不住想你。阿姐放心，我会过得幸福，待我在江南安顿好，定要接你和首领去瞧瞧那里的小桥流水、亭台龙阁。爱你的婉清。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婉清她终于寻到自己的归宿了。祝婉清新婚快乐，此生顺遂，永远幸福。祝大周安乐公主新婚快乐。又是婉清那丫头的信，这次她说江南什么好玩了？你自己听。阿姐，江南真的太美了，粉墙淡瓦，小桥流水，苏郎待我极好，特意请了最好的糕点师傅，日日变着花样给我做甜食，他还陪我游湖下画，公婆也凡事由我做主。阿姐，我现在真的很幸福。以前在宫里总担心她性子弱会被欺负，如今看来倒是苏公子真把她宠成了真正的公主。阿史那，信上说江南的春天遍地桃花梨花，像仙境一般，你说那真的有这么美吗？想必是不差的。若真如他所说，等明年冰雪消融，我就推了所有的部族事务，带你去江南住上几月。真的？你可不许骗我！我何时骗过你？我也想瞧瞧那文人墨客口中的西湖，再尝尝那让婉清赞不绝口的江南菜。那可太好了！以前在宫里，除了前朝就是后宫，半步都挪不开。这次一定要玩个痛快。那一箱上等的冬虫夏草，还有这几件赤狐皮，都单独腾出来。等春天去了江南，这些都是要送给苏家人的见面礼。等到明年春天，可以和婉清一起在西湖边散步，在桃花树下喝茶。阿渊，别光顾着想了，快帮我挑挑哪块玉石配苏文轩那个文弱书生最合适。怎么了？看着信发呆，该不会是岳母又给你寄了什么奇怪的补药吧？阿史那，我父皇他要退位了。他说他厌倦政务，
要把皇位扔给承熙，然后带着母后云游四海，第一站就是咱们这儿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你父皇本就生性疏阔，当年若非你指着他的鼻子逼他提刀上马，他现在怕是还在杀猪呢。他那是早就不想干了。现在承熙那小子能干了，他这甩锅的本事倒是跟你一模一样。去你的！我那是退休，我父皇这叫禅位。这间帐篷铺上厚羊绒毯，母后最怕地凉，那边的火炉24时都得续着。放心，我已传令下去，猎户新打的鹿茸和灵芝全留着，保准岳父一进门就能喝上大补汤。父皇辛劳一生，临老了能如此洒脱，倒是他的福分。承熙，恭喜你，以后你便是大周的君主了。凡事谋定后动，阿姐信你定能从开创盛世。若觉疲惫，阿姐的北狄随时备着你的酒。阿姐，父皇简直不可理喻，他昨日还说要批折子，今日一早就把玉玺砸在桌上，说要带娘去草原看星星。他这是逃兵，是甩锅。我也不想当皇帝，我也想去云游啊。这小子还是这副背懒性子，虽说嘴上抱怨，但他骨子里的那份责任感绝不会让他退缩。大周交在他手里，父皇也能真正安心了。阿姐，你快救救我吧！父皇他简直太过分了，说退位就退位，完全不管我这个亲儿子的死活。当皇帝哪是人干的活，天天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奏折多的能把人活埋。那帮大臣天天像斗鸡一样吵架，吵得我头都要裂了。阿姐，你回来当皇帝行不行？我把龙椅给你腾出来，我去北狄找你，咱俩换换，或者你劝劝父皇，让他再撑几年，求求你了。怎么，承熙那小子还没闹够？他那是赖皮惯了，还想把锅甩给我呢。承熙，这江山是责任，也是你的宿命，别闹了。父皇辛苦了一辈子，想享清福是天经地义。你已经不是那个连名字都写不好的小顽童了。你监国时的睿智去哪儿了？大臣百姓的爱戴去哪儿了？看看百姓安居，看看海内升平，那才是你身为帝王的勋章。遇到难事只管来信，阿姐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加油，阿姐相信你。阿姐，承熙的事你不用操心，我已经狠狠骂过他一顿了。他就是欠骂，被我拎着耳朵数落了半天，现在已经乖乖回御书房批折子去了。这婉清现在倒是越来越像我了。阿姐，我知道了，既然逃不掉，我就努力当个不让你丢人的皇帝。你们云游的时候，记得给我带点好玩的。朕年事已高，决定禅位于太子李承熙。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快，老婆子，终于解脱了，咱们赶紧走，去北狄找阿渊。你慢点，急什么？东西还没收拾完呢，那几箱药材还没搬呢。不搬了，带点换洗衣服就行。阿元那丫头现在富得流油，北狄什么没有？太上皇，您慢着点儿，还有很多政务没跟新皇交代呢。交代什么？有事找皇帝去。现在他才是大周的主子，我不管了，驾！阿诗娜，你快来看，承熙这信写的太有意思了。怎么，承熙当了皇帝还这么不稳重？承熙说，父皇走的时候太激动，连象征皇权的玉玺都给忘了。还是陈公公骑着马追了半天，才把玉玺从父皇那儿拿回来。岳父真是个有趣的人，看来他是真的厌烦了那把椅子，这一刻等了很久了。是啊，可以带着娘去过神仙眷侣的日子。父皇，母后，阿宝，可想死娘了。父皇，您可真行啊！听说您走的时候连玉玺都忘了。要是陈公公追不上，承熙这皇帝怕是得白当了。哎呀，你这丫头消息怎么这么快？那时候太激动，一门心思只想早点看见你，那块疙瘩忘了就忘了呗。阿史那，你这剑术还是不够火候啊，妖力不足。瞧朕的！冲！老当益壮。岳父大人宝刀未老，这力道和准头，小婿拍马也赶不上，甘拜下风。父皇这辈子估计都不知道，阿史那能射中天上飞的苍鹰，却永远射不准他面前的靶心。阿宝，快来，娘这锅奶酪快成了，尝尝。娘可是熬了整整一上午，连午觉都没睡。好喝，娘，这味道真够劲儿的，是吧？我就说我有天赋，等着，娘再去给你盛一大碗。哎，娘不用了，这么好的东西得留着慢慢品。痛快，还是这儿的日子像人过的。没那帮酸文人整天在耳边念叨，也没堆得像山一样的破折子，这才觉得这腰杆子是真的直了。你要是早这么想，承熙也不至于写信来跟我哭鼻吧？由着他折腾去，咱们啊，在北狄住够了，就动身去江南瞧瞧婉清。对，
看完了女儿，咱们就走遍这大周的大好河山，把那些当皇帝时看不着的、去不了的地方，通通逛个遍。阿元，这北狄的雪景看够了，马也跑腻了，咱们明日就动身去江南，如何？朕做梦都想看看那书里说的烟雨江南，咱不能在这儿耗着。我也正有此意，我和阿史那陪你们一起去，顺道看看晚清在那儿过得如何。早就听闻中原江南风景如画，既然阿元想去，自然舍命陪王妃。好，那今日便全员歇了，收拾行李，明日天不亮就出发。阿渊，你们中原的树怎么能长得这么密，比草原上的草还要绿？这还只是皮毛，等到了江南，水里的花都能让你看花眼。原来中原如此广阔。阿渊，若早知这儿这么美，我早年便要过来游历一番。现在也不晚，以后咱们走遍至名山大川。来了，是阿姐的马车。阿姐，父皇母后可把你们盼来了，我在这儿等的脖子都酸了。好了，这不是来了吗？小婿苏文轩，见过李父，见过李母。好个俊俏的书生，比在那画像上还要精神几分。婉清这丫头眼光不错，朕这下是真放心了。李父谬赞，家中已备好江南秘制的接风席与清幽住所，请诸位上马入城。路人听望轿中睡觉。这哪是民宅，简直就是画。婉清，这园子得花不少心思打理吧？阿姐，苏郎知道你爱清静，特意把西侧的那座院子空出来了，以后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这儿就是你们的家。这石头叠的倒是巧，就是没我们草原上的山看着敞亮。好家伙，这醋鱼的味道绝了！朕以前在宫里吃的那些全是木头渣子。当了皇帝10几年，总算在这院子里把腰板子坐直了。瞧着你们俩都成家立业，日子过得和顺，朕这辈子就算是现在让朕去见先祖，也没遗憾了。阿宝，当年咱们家在村头杀猪避难的时候，哪敢想有今天？这一切当真是苦了你这孩子。娘，您怎么又绕回来了？咱们是一家人，说这些见外话干什么？半生漂泊，此心安处便是家。阿姐，救命啊！你亲爱的弟弟快要被这堆破纸埋了。父皇那个老狐狸在江南看西湖美景喝好茶，却把整座江山的烂摊子全甩我头上。上朝天不亮，睡觉在半夜。奏折像海浪一样，批完一波还有3波。大臣们为了2袋银子的去向能吵到朕耳鸣。北境那几个部落还不消停，真想脱了龙袍去找你。朕说了，这事明天再议，明天。怎么了，阿渊？笑得肚子都要破了。你快看看程曦的信，他现在估计连龙椅都想劈了当柴烧。看来当皇帝确实是个苦差事，还是咱北狄好，牛羊归谁，打一架就清楚了。不过，虽说他抱怨，咱们也不能真不管。那小子是个顺毛驴，得哄着干活。程曦辛苦了，你要知道，父皇当年比你难100倍，他在你腿子里拉起队伍，边打仗边治国。你是天生的帝王，那份责任感长在骨子里。当你看到万家灯火通明时，那便是你最好的解药。我再告诉他，婉清在江南过得很好，让他不用惦记。等他忙完这一阵，咱们请他下江南吃醋鱼。阿姐，信收到了。既然你这么说，朕便再忍那帮老夫不几天。等朕把北境那几个刺头收拾了，定要下江南吃穷苏家。程曦啊，你终于真正长大。阿宝，这半年都过去了，程曦那小子每次来信都说忙，朕这把老骨头想见儿子一面都难。他现在是大周的皇上，每天睁眼就是万民生计，哪能说走就走？他不来，咱们去。咱们去大周和北狄的边境，让他也往那边赶，咱们在中间会合，这样他处理完政务就能早点回去。这主意好，咱们这就收拾，给程曦去信，让他准时赴约。
阿姐，父皇母后。承熙，你这孩子怎么瘦了这么多，眼圈都黑了。娘，我没事，就是最近盯几个库房盯得紧了点儿，只要见到你们，我就不累了。阿史那，我也得问问你，北境那几个不服管教的小部落，最近可还有不安分的动作？放心吧，上个月刚收拾了一遍，只要他们敢露头，我的弯刀可不认亲。有你在北边盯着，我这皇位才坐得稳当。行了，难得聚在一起，谁再敢提朝政公事，今天晚饭就别吃了。听阿姐的，钓鱼，钓鱼。阿姐，父皇母后，我该走了。那帮老家伙估计已经准备好一堆折子等我了。路上小心，回去后按时吃饭，别整天熬夜。拿着，路上饿了吃。走吧，走吧，早点处理完，明年带你去摘江南的桃子。阿史那，瞧好了，朕这第一届定要教你这北狄首领看看什么叫老当益壮。哈哈哈哈！岳父大人宝刀未老，小徐若不使出真本事，怕是连酒都没得喝了。好小子，你这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朕留啊！抓到了，抓到了！慢些跑，别摔着。瞧这孩子，长得多像婉清小时候，看着就招人疼。阿姐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竟已是这么多年。是啊，还记得当年你还是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，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，现在已经是让万民称颂的英明皇帝了。若非阿姐当年手把手教我，甚至不惜远嫁北狄为我稳住边疆，承熙哪有今日的造化？那是你自己争气。如今大周海内升平，我这做姐姐的也算对得起父皇母后了。阿姐，因为大周操劳了前半辈子，如今看到你这般自在，我这心里总算不那么愧疚了。阿姐，如今婉清都有了小公子，你和姐夫什么时候也添个小外甥，让我这做舅舅的操操心？顺其自然就好。对我而言，只要阿玉在身边，我便是这世上最幸福的男人。当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早点退休，过上轻松自在的生活。现在我终于实现了，不用再操持朝政，不用再批阅那堆不完的奏折。